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篇 ACL 2026的论文。这篇论文的标题是 Agentic RAG 值得吗？一个比较 RAG 方法的实验。然后这篇论文的背景是 RAG 技术近年来发展非常的迅速，早期的 Naive RAG 他们仅仅是做了简单的向量检索加大模型生成，然后之后出现的Enhanced RAG 对于检索和生成的过程做了进一步的改进。随后又出现了 Agentic RAG，它让大模型来自己操控整个检索和生成的过程。那么本文的动机是，当 Agentic RAG 出现之后，是否之前的各种 Enhanced RAG，也就是强化 RAG 的手段就失去了价值，所有的相关任务都可以用 Agentic RAG 很好的解决呢？本文从4个维度对强化 RAG 和 Agentic RAG 进行比较，并分析了两种方法的成本开销和计算时间开销，给出了在实际项目中使用 RAG 的最佳实践。那么这是本文的相关工作。首先是 Naive RAG，Naive RAG 就是最基础的 RAG 版本，它就是由首先进来一个用户的问题，然后将问题进行一个 embedding 向量化，之后用这个得到的向量去向量知识库里面进行一个向量相似度计算，然后检索一些相关的资料，并将问题和检索到的资料一起输入给大模型，让大模型给出最终的回答。但这种 Naive RAG 存在检索不精准，容易引入噪声信息以及不必要的检索等问题。之后出现的 Enhanced RAG， 它在朴素 RAG 的基础上增加了各种机制，比如判断是否需要检索的一个 router，对问题进行重写的一个 rewriter， 还有检索之后的一个 re-ranker 等。然后又出现了 Agentic RAG，它就是让大模型来操控整个检索生成过程，由大模型自己来决定问题是否需要检索，然后当前检索到的问题是否足够，是否继续进行检索，以及是否输出回答等整个流程都由大模型来进行操控和决定。那么这张图就对于我们的强化 RAG 和 Agentic RAG 进行了一个比较。首先这一个中间的这部分是输入的问题，然后在强化 RAG 这边，它会经过一个路由器，然后由路由器判断，是不是进行检索。如果不需要进行检索，它就直接将这个问题丢给我们的大模型，然后生成回答。然后如果需要进行检索的话，再进行后面的步骤。第一步的话是，对问题进行重写。那么对问题进行重写的过程，通常是对这个问题直接输入给大模型，然后大模型生成一个假设性的回答，就是其实是将一个疑问句转换成为陈述句的过程，然后之后使用这个假设性的回答，再去我们的向量数据库里面检索到相关的资料。那么检索到以后呢，再进行一个重排序的操作，它可以将检索到的资料的一个相关顺序给进行的一个更加精准的一个排序。然后再将重排序得到的一个文档和我们原始的问题一起输入给大模型，然后由大模型生成回答。然后这边的话是 Agentic RAG， 那么它同样也是接收我们的原始的问题，然后会有一堆的提示词丢给大模型，然后让大模型来决定，是选择使用我们的 RAG 的相关的工具，还是来直接生成一个回答。那么之后的话，它可能会进行n 次的一个重排序和调用 RAG 工具的过程，然后最后的话，当他觉得我们得到的一个资料已经足够生成回答的时候，他才会去进行一个生成回答的一个操作。那么本文在4个 Naive RAG， 也就是朴素 RAG 做不好的方面，对强化 RAG 和 Agentic RAG 进行了相关的一个比较。那么下面我将一一进行一个说明。然后后面的话，它这边也提到了数据集分为了2类，第一类的话是一个问答数据集，使用了这2个数据库，这2个评测集。然后第二个的话是一个信息检索和提取的一个类型，使用的是这2个数据集。那么它前面说，进行了一个4类实验。那么第一类的实验就是一个用户意图路由，也就是说要不要进行检索，就是可能有些问题它是比较简单，大模型本身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答案，那么它就不需要去向量数据库里面进行一个额外的一个检索操作。这个就是这一个实验设置的目的。
那么对于强化 IG 来说，它会预先准备两组一个的这个示例的一个查询，分别标记为valid 和 invalid，那么分别代表是需要和不需要检索。那么 valid query 它会从各个数据集里面的一个训练集里面去直接取，然后 invalid query 的话，它是由我们的 GPT-4o 来进行一个生成的。那么当新的一个 query 进来以后，它会使用 embedding 模型进行编码，然后计算与两组，就是前面的这两组分类，需要和不需要检索的一个例子的余弦相似度，然后会取出来 top 20最相似的 example。它会对我们的这个相似度均值进行一个计算，就是比如说，如果相似度均值更接近于需要检索的这一个类型的话，它就会去进行一个向量知识库的检索。然后如果是更接近于不需要检索的话，它就直接由大模型生成回答了。那么 Agentic IG 它是不需要任何样本的，然后是由大模型直接根据我们的这个系统提示词来自主判断到底是调用我们的 IG 工具。就相当于判定是 valid， 还是直接去走一个回答的一个节点，就是相当于去判定invalid。那么评估的指标是我们的这个方法是否能正确判断出问题需不需要检索。它和最终的一个回答是否正确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是实验结果，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两个数据集的话，它是 Agentic IG 会明显更好一点，就可以在这边看到。FIQA，它的 Agentic IG 比这个强化 IG 效果要好，然后还有这个 CQA 也是这个 Agentic IG 效果更好，但是在Fever 这个数据集上反而是 Agentic IG 的效果更差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可能是前两个数据集它的一个领域边界是非常清晰的，一个是金融领域的知识，还有一个是英语语法的知识。那么大模型它可以从任务描述里面判断出，哪些问题是不需要进行检索的，所以它的自主路由效果是比较好的。但是这一个数据集的话，它的任务是验证用户关于事实知识的陈述，那么这一个其实是比较模糊的一个问题啊，它到底是否需要检索其实是比较难判断的。然后最后得到的一个这个 recall 也只有这个49.3，就是这一个数值，说明大量本该进行检索的一个 valid query 被我们的 Agentic IG 当成不需要检索的 invalid 给跳过了。而我们的这个强化IG 的这一个基于语义的一个路由，它在这个 Fever 上面反而是更加稳，因为它是由我们的纯数据来驱动的，然后是不依赖对我们任务范围的一个语义理解的。第二个分类的实验是基于查询重写这一个问题的。那么查询重写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问题进来以后，我们觉得这一个疑问句和我们向量数据库里面的一些陈述性的事实，它可能是存在一个天然的语义上的差距的，所以我们会尝试将这个疑问句来给它改写成为一个陈述句的形式。那么通常的一个方法就是这个 HIDE， 就是说把我们的这一个查询的问题在检索前由一个大模型来重写为一段假设性的回答段落，之后来使用这个假设性的回答去我们的向量数据库进行检索。那么理论上来说，这一个假设性的回答会比未出的问题更加接近于向量数据库中原始资料的语义，因为它已经是一个陈述句了。那么而且我们的向量数据库里面也都是一些陈述句的相关资料。在 Agentic IG 这边呢，它就是由 Agent 来自主决定是否重写以及如何重写。其实灵活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实际上也是通过 prompt 提示词的形式来实现的。那么具体的提示词它是比较长的，这一个实验里面，大家可以去原文的附录里面去查阅他们具体用的一个提示词啊。那么评估指标使用的是NDCG@10这一个指标，它是评估的是查询和文档的一个真实关联性的一个标注。那么最终的一个实验结果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 Agentic IG 平均比我们的 Enhanced 要高 2.8 个百分点。那么它主要归因就是这个 Agentic IG 它具有灵活性，它可以自主决定是否重写以及如何重写，而不是像
Enhanced IG 那样每次都进行一个固定的一个重写操作，尤其是在这个开放域的这一个 NQ 这个数据集上，由 Agentic IG 它是大幅领先的，因为这边的查询类型多样灵活，对于我们的这一个灵活的一个改写的一个方法优势也是比较大的。对于我们特定领域的这个 FIQA 是基于金融领域的，两者表现是差不太多的。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个是43.5，一个是43.2。主要可能的原因就是固定领域里面的查询类型和格式都是比较相似的，所以你每次都将一个问题都转换成一个陈述句的话，它的效果也不会差。那么还有一个这一类的任务，就是信息检索和验证的这个任务的话，Agentic IG 都有2%左右的一个优势。尤其是在这个 Fever 数据集上，那么不管是 Enhanced IG 还是 Agentic IG， 它们的重写相比于原始的这个 Naive IG 都是有非常大的收益的。可以看到，这个原始的 Naive IG 它只有66.2的这一个结果，那么接下来两个都有超过80%的这个结果。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用户陈述与文档格式差异比较大的时候，肯定是需要进行一个查询重写的一个操作。那么相比之下呢，Agentic IG 会更强一点。然后第三个分类的话，就是我们的文档列表精炼，其实也就是重排序。在这边的话，Enhanced IG 它使用的是基于这一个模型的一个重排序的一个模型，来对原始的 Top 20的检索结果进行一个重排序。然后 Agentic IG 的话，它是可以触发额外的检索轮次，然后自适应调整查询表述。那么最终的话是使用最后一轮检索得到的文档顺序来计算指标的。同样也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 prompt， 大家可以去参考原文的附录。那么它在这边的话是只使用了这两个评估数据集，因为另外两个的话，它们数据集的尺寸太大了。那么这个是关于重排序的一个实验结果，可以看到我们的 Enhanced IG 的重排序的一个策略有显著的正面收益，而我们的 Agentic IG 的迭代检索，并没有带来收益，甚至还略低于我们的 baseline。具体分析的话是，当 Agentic 选择再次检索的时候，有53%的文档和之前检索到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边的话，一旦模型做出决策，其实是很难进行重新的一个考虑的，迭代效果也是有限的。最终的结论就是，文档精炼就是重排序是我们的 Enhanced IG 的一个强项，而显示的 Re-ranker 比我们的 Agentic 迭代查询是更加有效的。然后第四个角度的话是我们的底层LM 的影响。那么原文里面测试了4个不同能力的一个模型，就是其实是同一个系列的不同尺寸的模型。然后它这边是使用了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70B 的模型来评估最终的回答质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肯定其实都是尺寸更大的模型比尺寸更小的模型优势要大的。这边的这一个180、60、40是代表什么？其实是代表100%的回答100%的4B 的回答效果都比这个0.6B 好。那么这边可以看到，其实在这边的话是基本上都在我们的这个50%线以上的，也就是至少有一半的回答，它的效果是大模型比这个大尺寸的模型比小尺寸的模型要好的。然后另外一个数据集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这个0.6B 和4B 的一个进行比较的话，它的一个回答提升的一个跃升是非常大的。那么再继续提升的话，效果倒是没有那么大了，但还是在稳步的进行一个提升。核心发现就是我们的这个 Enhanced IG 和 Agentic IG 在模型缩放上都表现出相似的一个性能提升，也就是更大的模型在两种设置上都有更好的表现，变化趋势是一致的。然后最后的话，作者还进行了一个成本与时间的分析。对于不同的一个模型基座，然后在各种任务上进行实验，大概可以分析出来这些结论，就是首先是 Agentic IG 比我们的强化 IG 是要贵的，平均是需要3.3倍的一个输入 token 和1.9倍的输出 token。
另外的话，它的速度也会更慢，会需要一个1.5倍的端到端延迟。然后对于一个Enhanced IG 的里面每一步占用的时间分布来说，其实45%到50%的一个时间都花在了大模型生成答案上。然后如果你引用了大模型做重写查询的话，它也需要占掉45%到50%的一个时间。而我们的 embedding 向量检索其实仅占了0%到5%，然后重排序的话只占了0%到2%。主要的瓶颈就在于我们的大模型调用，而 Agentic IG 的额外成本主要来自于反复的一个推理和反复的一个工具调用上面。那么最后的话，这篇论文给出了一个结论和最佳实践，就是说不管是 Agentic IG 还是 Enhanced IG， 它们都不是在所有场景下最优的，而应该根据具体的场景进行一个选择。首先是意图路由这一块，当领域明确的时候，那么这个 Agentic IG 会更好一点，否则的话，我们的 Enhanced IG 会更佳。但是 Enhanced IG 它需要你准备一批就是示例的数据，然后来进行一个分类的一个操作，而 Agentic IG 它是不需要我们的示例数据的。然后在查询重写这一块的话，是Agentic IG 的灵活策略会更加有效一点。在文档重排这一块的话，反而是我们的这个强化 IG 的这个显示的一个重排序器的模型会更加有效。然后在模型缩放方面的话，则是两者的变化模式是相似的。那么作者给出的建议就是结合两种方法，使用 Agentic 路由加重写，然后另外加上显示的一个重排序的操作。最后也提出了一个注意，就是 Agentic IG 的成本最高可以达到 Enhanced IG 的3.6倍。对于成本敏感的用户来说，应当谨慎选择我们的 Agentic IG。那么这就是本篇论文的所有的内容。然后其实这篇论文它主要是对于原有的两个方法进行比较，然后也并没有提出特别创新的一个方法或者 idea 什么的。但是它的这个实验分类还有实验结果都比较扎实，我认为这可能是它最终可以入选这个 ACL 2026的一个原因。同时的话，我也注意到它这个入选的是 ACL 2026的一个industrial track， 可能它是更接近于这个就是实际产业相关的一篇文章吧。然后其实这篇文章对于我们就是在做工程应用的同学方面来说还是比较有参考价值的。因为它其实没有特别难的关于理论方面的内容，就是做了一个日常工作中的两个常见的一个方法，然后进行了一个对比，然后提出了一个实践策略。那么大家其实以后在工作当中其实也可以参考他这篇论文的思路啊，就是我们可能知道一个新的方法，还有知道一个老的方法，然后网上大家都说这个新方法有多强多强，但实际上测试起来以后发现，其实新方法它不一定有说的那么强。那么需要来对具体的一个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才知道就是新方法到底好在哪，然后它是不是能够全面的击败老方法，老方法是不是也有一些可取之处。那么这个是这篇论文对我的一个启发。然后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